次拍到这种群像戏，大家在一块儿的时候，真的像一家人。很多群像戏大家会觉得好看，也是这个原因，因为演员之间的那种信任感已经建立了，大家都在一个很轻松的一个状态里面，然后彼此在交流。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最难的一个点是，我是一个南方的孩子，然后我要去饰演一个在北京长大的这样的一个北京小爷的一个形象。所以在前期的话，我跟我的台词老师，其实我们有偷偷的溜到后海，然后去看那些北京的老大爷打牌，那个画面其实特别的生动。当我看到那个场面的时候，我的脑海里面一下子就有春生的那个形象了，那种北京人那种劲儿，然后以及他们说话的那种语调。在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很困惑的点，就是我老问导演，我说导演，我说北京人说那个嗨，哎呦喂，呵，我说到底在什么时候说呀？然后导演说，你不用刻意的去说这些东西，你只需要到你感情到的时候，你觉得你该说你就说，你不要有负担。嘿呦，没毛病。慢慢看剧的话，就看到肖春生的这个发型啊，渐渐发生了变化，从前期的这个有刘海的这个比较青春的这样的一个发型，到后面把头发梳上去，到后面的服装的话也会发生一些变化，可能会以夹克呀、西装啊偏多。一个好的场景跟道具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帮助演员快速的入戏。啊，春生啊，哎，我快把这鞋给你搁这儿了啊。得嘞，谢谢你。哎，甭客气。其实当时我记得那一场戏是我们开机前2天拍的戏，把什刹海那儿给围起来了，就围了一个小范围给我们拍，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。然后当我到那儿的时候，我觉得不用我去多想。当我穿上戏服，穿上我的冰鞋，我站在那个什刹海的冰场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是那个人了。所以其实这就是道具跟场景帮助到演员的部分。有一场是，我记得春生受伤之后回到北京，被人从火车上抬下来，然后在那个车站见到姐姐的那一刻，我记得那场戏我拍得非常非常的难受。春生在我的印象里面，他是一个这么要强，然后以及这么骄傲的一个人，那一刻的窘迫跟他内心的那些情感纠结，其实是很难很难的。所以我前面几条的时候，我一下那火车见到我姐姐，我的眼泪我就止不住了。然后我跟我姐姐就说，我说你别看我，然后我姐说你也别看我，因为我们俩就一看就要哭。我说别看别看，你看我现在还有点激动。因为导演说你们这个时候不能流露出就是真的感情，姐姐会担心，你也会担心，所以我们俩就忍，一直忍到我姐姐把我推过来，然后推走的时候，我们俩唰一下就下来了。回家啊，回家，我们回家。所以那场戏其实真的拍得很，我自己我觉得很感动。你只需要在那个情境里面，然后你付出你的真感情，这个戏就流动起来了。我回到北京之后，然后我看见我爸的卧室，然后空空如也，然后他也不在了。我看到他床上有他的那个徽章，啊，那场戏拍得我真的很难受。是，我觉得是剧本，然后跟导演他对于这个场景的把控、氛围的把控，然后以及对手演员帮助到了我。你好，我叫肖春生。我看见观众经常说啊，孟海的这个剧情太紧凑了吧？我在演的时候，其实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充实跟饱满，就感觉自己真的是陪他经历了很多，然后也很荣幸自己可以把肖春生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这么多的事情，呈现到观众面前。